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终于感觉熬夜看篝火不亏的琉璃。本期视频呢是暗黑4第4赛季改动的内容概述。在今天凌晨的篝火中呢，暴雪居然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海量的第4赛季预览内容，对琉璃的冲击程度不亚于玩文明的时候被原始人分享了核聚变科技。这期篝火的重点内容如下。每一个内容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活，放在以前都能专门拿出来当做一整期的篝火内容了，而今天这样的内容足足有8个。当然坏消息也是在的，那就是虽然 PTR 会在4月2号开启，持续到9号结束，但第3赛季的结束时间也被延期到5月14号了。打完测试服，我们还要等1个月才能玩上这个足以复活暴雪的马进度 50% 的第4赛季。言归正传，接下来是本期篝火中重点内容的概述。由于这期篝火中全是干货，所以琉璃这期视频只能作为内容的概述参考。具体的详细的改动和分析，我之后还会再出2到4个视频来详细说明。熬夜制作视频不易，想要加快琉璃更新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投一下硬币或者点赞支持一下。首先是威能手册的改动，在第4赛季中，传奇威能章不会再占据我们的格子，而是全部由威能法典来提供了。这个包含了所有传奇威能的法典依旧会在每个赛季的开始重置，但其中的传奇威能现在可以被我们无限制的使用了。现在解锁传奇威能除了打通地下城之外，还可以通过直接分解传奇装备来进行，也就是说淬起这一环节也不需要了。传奇威能的变量取决于它在威能法典中的等级，比如屏幕中的这个增伤威能它就有16级，1级的增伤只有 5%， 满级是 20%。法典中的威能等级是取决于你分解过的最高威能等级的，也就是说，只要你分解了一个满变的 20% 的增伤威能，那你之后整个赛季都能无限制的使用 20% 满变的威能来进行刻印了。当然，现在威能的变量也和难度有关，满变量的威能只有在难度4以上才会掉落。不同的威能它们的等级也不一样，有的威能等级只有6级，而有的能达到11甚至16级。不过对我们来说这个影响不大，因为后期肯定是要刷满所有的威能等级的。虽然本赛季并没有加仓库页，但是这个改动对我个人来说相当于2到3页的仓库空间的提升，而且我也终于不用再担心自己的满变威能找不到底材了。然后是掉落的改动啊，第4赛季中整体的装备掉率会降低，但掉落物的品质还有分解的材料数量等等都会提升，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时间专注在提杀方面，而不是费力的去整理自己的背包。击杀精英敌人的收获相比之前会更好，除了会掉落大量的资源之外，它还会产出遗忘之魂和一些其他的新材料，而且从演示视频来看，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是角色走上去就可以自动拾取的，不需要你额外再点一次它们。装备的产出和难度的关系也进行了改动，现在在难度1和2会产出游戏内绝大多数的传奇和暗金装备，而难度3现在会掉落之前限定难度4掉落的装备，而且只要到了难度3，所有的掉落都会是神圣级别的，难度4所有的掉落则都变成先祖的品质。此外，稀有暗金的掉落方式也改成只要击杀的精英大于55级就小概率产出，而且它还是保留了掉落就925强度的设定。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甚至可以在难度3就掉军帽和主副了，就是不知道具体的概率会如何了。不过呢，现在只要敌人的等级超过95级，他们掉落的装备就一定是925级别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比词缀而不是装备的强度方面了。第4赛季中，暴雪还对装备的词缀进行了大改，首先是对传奇和黄装的彻底重做，现在传奇物品的词缀数量从4个变成了3个，而稀有装备的词缀数量从4个变成了2个，与之对应的是词缀的数量和强度都有变化。现在装备上的词缀词字更加浅了，你掉落的装备一定会带有一条本职业的基础属性，还有2条随机但更强力的词缀。这2条随机的词缀，按照设计师的说法是会更容易出现那些好用的词条，其他的一些当前版本不太好用的词缀，要么被他们移除了，要么随机的权重变低了。从暴雪给出的图片看，同一类别的词缀相比之前的提升最高超过了1倍。比如说武器上的易伤，之前最高只有 19.5%， 现在可以最高随机到 40% 了。如果你从去年就开始关注琉璃的话，应该不难看出这个就是暗黑4内测的设定的优化版。之前很多朋友一直在说让暗黑4出过滤器，但实际上暗黑4这个材料机制过滤器的用途是不大的，因为就算有了过滤器，你还是要拾取装备分解来获取材料，换成现在这个版本就好多了，这样大家后期只需要看传奇的词缀、黄装什么的，过滤期结束之后变成材料就行了。我觉得稀有装备们应该是没啥意见的，毕竟他们现在是和现代最强的咒术师一样的待遇，
都被腰斩成为垫脚石了。现在看传奇装备也比之前要轻松的多，因为掉落必定会出一个职业主属性，所以实际上只需要2个随机词缀里有1条我们需要的，就可以通过附魔去洗了。现在的附魔消耗也加了上限，应该可以洗很多次了。除了上面这些改动之外，现在高难度掉落的所有传奇跟暗金装备都有较小的概率获得1到4个强力词缀。这个强力词缀跟暗黑3的太古是类似的，就是简单粗暴的原始词缀的 1.5 倍的提升，而且它的肉值必定是满的。比如说屏幕中作为演示的这个手套，它的2条太古词缀分别是126点之力，还有 75% 的暴击伤害提高，而这个太古的词缀也是可以通过附魔改变的，就是不知道它附魔之后还是不是太古了，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啊，希望听清的朋友来弹幕补充一下。这个游戏体系下，我们获取过渡装备相比之前要简单的多，但想要毕业的话，你就得去猛干太古词条，甚至还要去刷带太古词条的暗金了。想要走交易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啊，因为现在未被附魔过的传奇和暗金都是可以自由交易的了，不过稀有暗金还是没法被自由交易就是了。看到这里，弹幕朋友可能会问，琉璃啊，虽然看上去这个 S4 改动的很多，但这些内容真的不是抄暗黑3的吗？这样复刻老游戏和抄其他游戏真的能让暗黑4变好吗？那对此我的评价是，暗黑4早就应该去抄老游戏了。如果说之前的暗黑4是你花了一大笔的彩礼取回家，然后发现除了漂亮一无是处，甚至动作姿势都只会1-2个的小姑娘的话，那第4赛季这些改动就是他开始学会打扮自己，模仿一下隔壁的人妻，戴上猫耳，穿上制服来笨拙的诱惑你了。总的来说就是只要他们肯改就是好事，总比 S3 这样啥都不干直接摆烂要好得多。言归正传，虽然传奇装备的词缀变少了，但铁匠在第4赛季获得了2个全新的系统，这样我们可以对装备进行更深度的自由打造，从而制作出5词缀且属性更高的装备。第一个系统名为淬火，它的效果是消耗你在游戏中自由掉落的一个材料，为装备进行词缀的添加。淬火带来的词缀是非常强力的，甚至会带有各种改变技能形态的效果，但它也是一个充满了随机性的设计，每一件装备最多只能通过淬火系统获得2条词缀，而这2条词缀在淬火的时候是随机出现的。你在淬火的阶段可以指定一个词缀碎片作为消耗品，这样呢就会在它提供的4条词缀之中随机生成一种。虽然词缀不满意，你还能重新淬火，但是看视频啊，每一件装备一共只有5次重新淬火的机会，也就是说你必须在7次以内精准命中自己需要的2条淬火属性才行。淬火这个系统只能对非暗金装备使用，而下面这个大师升级的系统就是取代了原本的升级系统，它对暗金也可以用的了。现在所有的装备都可以在铁匠处进行大师升级，一共有12个等级可以提升，每一级的等级提升都会些微的提升物品的基础属性，而每提升4级都会大幅强化一个随机的词缀。这个从提瓦特引渡而来的系统可以让我们的装备更加的个性化，也会大大的增加我们毕业的成本。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参考琉璃的完美双爆量子鞋和虚数球。大师升级的材料主要通过本视频最后提到的大秘境系统产出。然后是地狱狂潮的改动，现在地狱狂潮会在难度1和难度2刷新了，并且其中的怪物密度也被调高了一些。现在呢，在其中战斗还有一个专属的威胁表，这个表填满了之后就会刷好几波精英到你脸上，其中还会包含一个新的地狱魔女，它会掉落奇尔专属的召唤材料。此外呢，狂潮期间还有更多的小型事件来为大家提供新鲜感，包括一个随机掉落的稀有召唤材料，你可以用它来召唤一个血腥侍女，以作为全新的公共战斗事件。第4赛季里还会有一个专属的消耗品，使用它之后呢，地狱狂潮的所有怪物等级都会加10，这会让他们的掉落更好，灰烬更多。职业平衡方面暴雪提的不多，这里也就只更新一下重点内容。首先就是一个全新的稀有暗金泰瑞尔之力，它能在你满血的时候让攻击附带弹幕，有点类似中的火炮圣坛，不知道伤害能不能跟这个圣坛一样高。而在专家模式中，死亡回避药剂被删除了，法师的火盾也进行了改动，这下专家进店就更容易了。野蛮人方面呢，移除了职业专属的 10% 额外减伤，并且会在之后考虑削弱冲锋、先主锤和怒不可遏被动。迪伯特护子跟放逐领主也会挨刀。德鲁伊跟死灵所有的召唤物现在都会继承玩家 100% 的全属性，死灵的王者之术也进行了加强，现在夺魂者骷髅可以在旋风斩的时候直接减少死灵本体3秒的技能冷却，冰骷髅法师可以给怪挂1伤，铁傀儡也可以很少拉怪了。而游侠的心眼现在在攻击没有被标记的怪物时，也能按照 5% 的比例提升进度条，叠满之后还有额外 25% 的暴击几率提升。法师的冰封球也进行了改动，现在是看鼠标的位置指哪炸哪，同时呢也有了一个新的项链，效果是球会触发召唤法术，然后召唤的法术也能触发冰封球。职业平衡之外，还有一个新的超级 BOSS 安达利尔会在第4赛季加入游戏的终局玩法中，召唤他需要的材料来自冰中巨兽和奇尔领主，它的掉落和超级都瑞尔一样，也是会掉落大量的高级和稀有暗金的。
不过现在你刷其他的门票 BOSS 也有小概率掉落稀有暗金，不用再一直盯着这2个 BOSS 猛打了，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去刷全新的大秘境了。而作为第4赛季考古学的巅峰，现在我们可以在城镇里开启大秘境了。它的具体战斗模式和暗黑3的大秘境很像，如果你没有玩过暗黑3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上赛季的屠宰场。这是一个进图之后一直战斗爽的模式，我们需要在10分钟的限时内尽可能快的来击杀怪物，积累进度条来召唤最终的 BOSS。如果在时限内召唤并且打败了这个秘境 BOSS， 那么你除了装备之外还能获得一个新的材料，这个材料是可以用来召唤200级的超级 BOSS 的。没在限时内打过的话，就只能掉落基础的装备，还有前面我们提过的升级装备用的材料。秘境本身的难度也是比较高的，最低级的秘境怪物也有100级，听设计师说最高可以遇见250级的怪物。解锁它需要我们通关一次最少45层的噩梦地下城，之后你就可以消耗门票来进行开启了。大秘境的门票是世界自由掉落，你玩啥玩法都是可以刷到它的，而且这个大秘境它甚至不需要你捡球啊，掉落本身呢也是会随着层级的提升来越来越好的。我估计下赛季后期要刷太古装备，很有可能最效率的方式就是无限制的大秘境，也就是说在赛季的梦魇刷完雕纹之后，我们很可能就要泡进大秘境中了，这总比在噩梦地下城里搬石头要好得多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由于这期篝火的内容真的很多，所以这期视频只是作为目录概述一下内容，更详细的改动说明就等我收集完资料再为各位制作专题的视频吧。我是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